很多很多东西啊。从这个，反正我知道的最早是从18几年就已经有，比如说自由能这类型的东西啊，能源啊，18几年就有了，对吧？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出来之后被屏蔽掉了，然后之后就是尼古拉特斯拉呀等等，是吧？尼古拉特斯拉之前是那个约翰科利嘛，对，所以这个你像这里边有关于自由能类型的东西，有关于反重力类型的东西，而我主要是研究这2大类嘛，然后还有一些这2大类的分支的一些东西，就是整体来说都是物理学吧，啊，都是物理学。然后这些物理学呢，我感觉啊，这个物理学跟什么有关系哈？就是物理学你研究到顶级之后，其实这些东西都跟这个一直以来就所谓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说，不方便说那个字儿是吧？对，是尬的是吧？对，和那个对，其实也不是尬的，不是我要说的不是尬的，就是那个怎么西乌胺吧，这么说吧，就是和以太吧，那个区对吧？对，就是和那个气的跟那个是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说那个东西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大家都就是普遍不认可呢？是吧？那个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最开始它其实讲的都是宇宙啊，讲的都是这个物理学，但是后来很多人用它来做一些这个算命啊，做这些事儿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就我知道了，它都是规律嘛。对，他把讲的都是这个石门遁甲里边的涉及旁门和左道，旁门是物理学，左道是化学嘛，是这么回事。那个，我靠，没事，您接着说。怎么刚才是掉了吗？没有，进来一个电话挂了。没事。我还合计给我踢了，你说想没掉，完合计我还没说啥，这就被封了，我都害怕了。之前我也是，我是用拼音讲了一下，然后也是被封，就一个字你也容易被封。所以那天我听你们直播，我感觉你们这讲的话，你们太厉害了。没有，我们其实我们选择的是这样的，尽量是用一直播和这些，然后我们在直播前呢会有一个码表，哪些是不让讲的，哪些是能讲的，就有一张表。我是就是都是凭经验嘛，有的时候这个讲多了就知道哪些东西不让讲，哪些东西让讲了，因为他经常这个提醒我嘛，然后提醒了2、3次之后就该那个下线。我是反正第一个账号就是因为这次，就是因为有时候讲这些东西，我不是专门讲什么所谓的什么那些迷信那些东西，不讲这些东西，我就是讲科学，什么是科学，然后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就是不理解科学和迷信的关系，我就是给他们分析嘛。然后后来这个讲一讲，然后刚开始封我那个几天，封我7天，然后封我1个月，然后第一个账号就后来永封了嘛，他直接把账号永封了。完了第二个账号也是这个第一次封了7天，完第二次直接给我永封了，都1个月都没经历，就也是这个在讲科学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讲的科学跟那个书本上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讲的科学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研究的一些经验嘛。然后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还得多学，就是多看，你不能说光看书本上的东西，得什么都得看。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因为有些东西是人们瞎想出来的，有些东西确实是瞎想出来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有传承，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咱说高级点，所谓的这个外星人呢，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地外文明啊，他们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然后被我们后人逐渐改过来了，是吧？改成我们现有的知识这些东西。所以怎么说呢？这些东西都值得借鉴啊，讲的其实都是宇宙规律嘛。所以这个，基本上就这些吧。再说别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咱边说边聊嘛。好的，那个就是我先说一个背景啊，我原来上实验中学的时候，实验中学也有实验班嘛，然后那个实验班里边呢，经常把一些就是我们称为就是研究生的课程啊，他们没解完的课程让我们去做实验，然后我大概是91年到94年做了3年的实验，那就是参与到这个项目里边嘛，就是那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晶体成型模型和单质提纯的方案，然后我做了很多那种方面的实验，发现水有特殊的功能嘛，就这么回事。所以一直在一线吧，一直在一线在做实验，这是一个好
好处嘛，就是咱们俩不是也都是一样的，我是因为那个咱俩差不多。对，我是因为初二的时候，我介绍一下我这边，我初二的时候，是大概是从那个，我从小就喜欢发动机，我是从那个小学就喜欢发动机，然后痴迷这些东西。后来这个高中的时候就是研究到飞机发动机嘛，涡轮喷射发动机嘛，然后就火箭发动机嘛。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就这些发动机都很落后，我总觉得有更牛的。然后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这个飞碟，但是当时不知道飞碟什么存在嘛。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有那个 UFO 杂志，然后我就是总去看，我就觉得地球要是没有的话，太空肯定也得有，对吧？你就是说宇宙这么大，100%是有外星人的。那我想，就是咱们你想一个事儿，就是你想他有外星人，他就有这种，比如说比我们高上万年的这种科技，他就肯定有飞碟。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他们为什么有？其实都在技术上，对吧？都在这个知识上，相当于是下一步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技术攻克就行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有和没有的问题了，就是你去用心去攻克技术，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到那个大学期间嘛，一直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大学毕业以后也是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到了这个大概05年到08年左右，在北京，我那时候在北京打工。就是那个做那个3维动画这方面嘛，就是影视特效这些东西嘛。然后到那个09年就回大连创业嘛，创业那时候开培训学校，开那个就是电脑计算机的培训学校，开到14年，大概赚了200多万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嘛，不应该去为了赚钱去奔波，因为你即使赚了很多钱，你最后比如说等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生其实啥也没干。能理解吧？其实相当于碌碌无为，只是赚了钱为了生活，对吧？对。你为了生活又能怎样，对吧？其实你什么也没留下来嘛，对吧？后来我就觉得不行，人生不应该这么走，人生应该去做你就是叫什么呢？叫本初应该做的东西吧，或者是叫那个一种那叫使命感吧，应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我就还是去做，就是那个动力的东西，我还是对比较喜欢动力那些东西嘛。对，就是你对结构学事实上是很对你是279嘛，我是369，所以你对结构学的这个东西是很清楚。那个还是去大概14年的时候开始那个弄实验室，就把前面那个培训都关了嘛。然后拿200万开始干实验室，14年一直干到了现在吧，相当于14年到16年基本上没钱了。没钱了就开始缩小，一直在缩小实验室，完后来就变成个人实验室了，最多的时候10多个人，后来花没钱就变成个人实验室了，就这样。这个是整个的这个经验嘛。然后干实验室14年的时候做了不少东西，当时做了自由能设备做了得有10多款吧，然后那个天气控制器做了1款，然后还有共振加热取暖器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摸到了不少经验，这些东西的叫经验什么的。那个能量塔我现在不卖了，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说问我能量塔的事儿，能量塔我现在不卖了，为啥呢？是冬天，这个能量塔呀，这个我的能量塔跟那个别人的不一样，我那能量塔里边留了内应力了，就是它水晶始终受了一个压力，然后这个内应力呢，到冬天的时候会变大，变大的时候就容易这个冻裂。冻裂的话，这个整个这个我知道了，你是用了没有边层的水晶，所以那个温度小于7度的时候，它会膨胀嘛，然后对，我知道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时候那个就是在合理的时间里边，你也可以选择是放到，就是在我们这边有大型实验室嘛，也有带帮忙发货的团队嘛，然后你看如果时间点合适的话。可以让大家到时候通过你的那个抖店去买，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帮忙去做代大概明年3、4月份吧，3、4月份之后再开始卖。好的。现在整个冬季我是做实验为主，所以现在也不卖货了。现在。好的。好的，就是我说那个前面有一个点啊，就是唯独我们不同的一个点，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原来学数学的时候啊，学的是结构学。在家族里边也学的是结构学，然后没有背1、2、3、4、5、6、7、8、9、10的这个十进制，家里面学的更多的是量子共振嘛，是炉子，教我们教那个工艺。
对，完了之后，事实上咱们现在的这个数学出了很大的底层逻辑问题，所以现在才就是咱们用十进制会有浮点运算啊，会有很多问题嘛。对，对，哎，你这个感觉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很多这个人研究物理都喜欢用数学，而我总感觉用数学研究物理它会有一些弊端。对，那个我们原来研究的是这个莫名其妙的错误，然后关键是这个错误你还不知道。就是家里边不就是用罗盘嘛？这个罗盘它实际上是数数是带矢量的方向的词，所以我在11岁前呢是把这个给学会了，而且能学多维计算嘛，所以在这方面就没有被卡住。咱们现在的这个数学被卡住了，数学是底层逻辑嘛，他们说断断续续的是，哦，现在可以了吧？还可以啊，没有断断续续的。没事，我们只是说一下，在这个点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原来研究那个进制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对，那是真的。对，挺流畅的。对，我一般直播喜欢回答粉丝的问题，就是一般粉丝问什么问题，然后我直接这边就答了就。对，那个我们把这些部分先说一下吧，就做一个。就我们先聊一下内容嘛，今天主要聊内容。对，那个行可以。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后来怎么去研究通讯的嘛，然后咱们基于这个面去做展开嘛，是因为在这边会有很多背景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已经做到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发现用结构学里边呢，就是1、2、4、8、7、5，然后对应的3、6，然后对应的9的一个关系呢，实际上能产生一种就是碳基可生长的结构晶体，然后就能产生就是常温的一个超导现象嘛。我们用这个超导现象呢，实际上就根据那个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学的。前苏联版本的那个元素周期表，其实你也有啊，就是我们后来门捷列夫最早的那个对，那里边会有一个惰性气体的 A0，我们会发现那个 A0呢可以驱动以太，然后可以 A0前面就是以太，对 ，A0可以驱动以太，以太呢它实际上就可以产生一种量子共振。那我们用这个东西呢，是产生了很多调频机。从2016年呢，实际上和那个就是南京水科院大概做了34个项目，然后在项目里边呢，就发现了水啊在量子共振里边传播的模式嘛。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你先讲着啊，我这边我看看能不能切出去发个圈儿。好啊。就是那个抖音里边我发一个那，这样的话会引来很多那什么，会引流啊。OK， 好的，谢谢老师。没事，你先讲你的，我看看这个。对，那个我们后来发现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元素周期表的重要性被排错了，这是第一个啊，应该把那个惰性气体为核心去研究，惰性气体是中性的。第二个，我们发现那个在通讯上面，它可以用于什么呢？有一半是结构学的，有一半它是以太的。这时候它和锤子一样的可以进行通讯。然后就是未来的通讯的这个机制的这些材料呢，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这方面。聊这部分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第二个层面，就是未来的通讯技术它有可能去发展成为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微子驱动以太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和距离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干丝是气体的固态的气体啊，那个是什么呢？它是另外一个结构学问题啊，那个东西驱动不了的，它只不过是和情绪体人的情绪体可以连着，那还是五行共振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聊的一个是什么呢？聊的这个是相对重要的，就是现在已经找到了，就是中微子是谬中微子一定可以驱动以太的，
就是驱动以太。然后以太的它这个特点就是没有时间，没有距离，可以同步通讯的嘛。那我们聊这个点呢，是说我们已经研究到这儿。那长文操导材料是很多年前就有了，说一个背景嘛。我们1996年的时候，徐一之老师事实上是那时候是301所还是5所的，然后我们是一直在跟他研究那个就是远程超热现象。它是后来的 NASA 的升空的这种我们叫做降温系统，也是用的这个。然后我们后来是什么东西它也用这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北京最大的机场嘛，也在用这个。它是常温超导的一个上磅嘛，它可以远端的热大于近端，你把它翻过来，它就可以导冷；正过去，它就可以导热嘛，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技术是有很多全部都是公开的了，但是关键是我们的底层科学没有跟上嘛，是数学没有跟上，物理学没有跟上，这些知识它还是很老的嘛，最起码是100年前的嘛，它没做更新嘛。对，大兴机场啊，对，对，正统科学有粉丝说正统科学说以太不存在，其实正统科学怎么说呢？他是故意屏蔽掉的以太，因为什么呢？他当时在做的时候做的很草率。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先假设一下，说这个老尚是个女人，然后呢，他在全世界这个女人场所去找老尚，结果没找着，然后他就说老尚是不存在的，是吧？他就是这种方式嘛，他先定义了以太相对于地球来说是这个运动的，他先有个定义，然后之后呢，他去做了一个这个夹角90度的光波这个实验嘛，然后发现近地表的以太确实是这个就是没有改变光波的这个速度。然后他就定义了，他都没说远离地表的以太什么样，他也没去做相应的实验，其实他就直接定义了说以太就是不存在的。他们已经找到了中微子，这是故意的，已经发现了，他们因为如果他不是故意的话，学术是非常不严谨的，对吧？他实际就是故意的，因为以太这个东西一旦要是这个被证明存在的话，那么通过以太你可以去研究出来很多东西，对吧？这个现有的科技就不一样了。确定。所以他实际是不希望这个科学被发展的那么快。还是属于一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吧，就是基于这个事儿呢，我的那个老师是从那个哪来的？是清华的嘛，他教研究生的。我原来上的是211工程，被特招进特招班，实验中学的实验班。然后那个老师也经常跟我聊哲学问题嘛，因为我们的数学的上面就是那个老师对。就是那时候就天天聊白马非马啊，结构学啊和很多东西，我觉得那个老师也挺寂寞的。完了以后是什么呢？就聊到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底层。我们后来往前翻的时候就发现，毕达哥斯拉复数学派，他是在公元前230多年啊，他是把那个古埃及的图书馆烧了，然后中国的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你把所有的杂的那些诸子百家的书都烧光了嘛？那时候开始丢了很大一部分。我们查到了，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没有丢啊，是有山经的。9到11岁的时候，我去学过这部分，就是结构学，怎么能在一个就是说尼古拉特斯拉，说一个人吧，说那个牛顿事实上是有个元素周期表，是尼古拉特斯拉的前简版的，他也是讲了总共有144种振动状态，在地球存在7种常用振动状态，它事实上说白了就是中子，它用强紫外线然后去照射物质的时候，事实上可以用那时候就有啊，就是能把汞变成水银的方法，那叫炼金术啊。咱们现在不是也有吗？对，把汞变成金的方法，对，完了以后我们在实验室也造出来嘛，我们有个调频机，大概是22600多赫兹，然后就是下面是 CS。你们用到高压了吗？没有用，高电压吗？没有用不是，是高频，2万多赫兹的单独高频呗。
不是，它还是下面有等离子体，然后还是有了布朗气体做出来的。对，这个幸福718问为什么科学尽头是神学？其实这个科学的尽头，这些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它可以实现很多所谓神学的功能。其实比如说它可以达到人的隐形啊、人的穿墙啊、人的悬浮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意念使这个物体运动啊等等吧。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我靠，这是神干的事儿，对吧？不是，其实我跟你很多人说这是科学尽头是神学。不是，什么是就是 sp3 结构的，就是我们说金刚石的最小的微粒结构叫普朗克常量，它是 sp3 结构的。然后原来的宗教里边把它称为是，它是就是我们金字塔完了之后普朗克常量的最小的金字塔结构，这个东西要感谢巴曲坤给我们刷了个嘉年华啊！感谢巴总。对，这个东西反重力和时空穿越。反重力小1888问这个反重力和穿越时空，它俩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在我这儿是技术是不一样。反重力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个物体失去重量，就失去地球的这个或者是大星体的这种引力吧，失去引力，同时它也会失去质量，因为质量在我这里它不是物体的固有属性质量是这个物体跟物体之间引力子的衔接的量，或者叫引力场的衔接的量。这个衔接量一旦没有了的话，它对外质量它就不体现质量，它只对那个它的这个引力场的发射源体现质量。这个是我的概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空穿越，时空穿越是什么呢？这里边我不知道这个卢先生你是怎么看的，是吧？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时间是这么理解的，分3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在地球怎么理解时间的，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面说，他们就理解了。因为地球是物质状态的，我们以正六面体来去看的时候啊，它实际上被穿越，它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反射和折射的关系，就这2个，大多数是被反射的，所以正六面体去看它的时候，它更像镜子。所以我们先说地球，第一个是2元线的一个来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那个时空穿越，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是这个它是利用频率实现，就是怎么叫利用频率呢？你看特斯拉这个引力动态理论里边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调制不同频率电磁波可以渗透到所有以太。它这句话的概念在我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构建标量场，构建那个什么叫标量场？其实就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这个量。那这个量是如何创建的呢？你可以通过抵消磁场或者抵消电磁波来实现，就是这个粒子的对创嘛，对抵嘛。然后你去对抵它的话，这个粒子的自旋就会改变，因为粒子的自旋是决定了粒子的自身频率的。那么大的粒子，比如说我们说磁子的自旋要是改变了的话，那么它就会让更小的粒子，比如说引力子自旋也会改变，同时呢也会压制到更小，比如说这个就是我其实除了这个电子以外的更小的都叫以太，也就是说实际它是调节了以太的所有的这个粒子的频率，以至于到达宇宙最小那个粒子，在我这看来其实就是单离子的振荡频率了。那么这个频率一旦改的话，相当于你改变时空频率了。改变时空频率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待的这个空间跟另一处空间，它俩属于2个空间，是不一样的。这个2处空间它里边的物理法则，包括这个空间的这个可见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从这个空间消失，进入到另一个空间里边去。这个就是时空穿越的原理。而在2个空间呢，它这个时间走势和时间的这个走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这种位移。你比如说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假设我们都是 A 频率假设我们这个生活的空间都是 A 频率，对吧？然后假设这个另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龙龙存在那个空间，假设是 B 频率，然后呢它是一个常有频率，就是 A 和 B 它是一个常有的频率，但是我们创建一个 C 出来，这个 C 是宇宙任何地方没有的。那么当我们创建2个 C，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位置比如说在这个中国创建一个 C， 我们在这个天狼星再创建一个 C 频率，那这样的话中间没有任何 C 频率，你从这个 C 进去，你必然从另一个 C 出来，能理解吧？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你1秒钟或者是你10分钟就穿越了这个几千光年的这个距离，这个就是这种穿越的这种原理。
当然你要从 C 还要调整到原来的这个频率状态，比如说调整到 B 状态，或者调整到我们的 A 状态，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穿越了。这个就是我穿越的原理。对，就是你在整个讲以太的结构下怎么进行穿越的，还有一种方法是星门，所以怎么把它降一个维啊？就是首先得给他们讲什么是时间，什么是频率，什么是距离。完了之后，他们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没有我们学的这些学习的功底嘛。原来你们在研究这个呀？给他们那道家的那种瞬间移动，不就直接就地遁就遁了吗？就这个是吧？就先讲嘛，咱们到时候再讲嘛。就是你看啊，时间事实上等于频率分之一，所有东西的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物质型的频率遵循八卦，8T 等于0，五比四环是2T 等于0。然后咱们地球呢，咱们看到的是1T 等于0，就是转一圈嘛。但是事实上，地球是5比4环结构，他们都认为地球是这样自转的，不是？它真正的绕太阳系是这样自转的，是个5比4环的一个结构，这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层面。所以第一个，时间等于周期分之一；第二个在讲的是什么呢？振幅的一个关系。这样的话，他们就理解了，就是振幅是长度，然后他们就能知道振幅才是能量，时间呢它是等于频率分之一等于距离，他们就理解了。就是在宇宙里边，距离就是时间。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对这个东西，在以太的这个面上，就是你一出去完了之后，以太的这个面，这边进去，那边就出来了，就是没时间，没有时间，没时间，那就跟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公式一样了嘛。对，对吧？对，就是咱们都给他们降维，速度和时间就挂上等号了就。对，咱们都帮他们降维嘛，就是关系字。对，就是让他们在用科学的术语。然后真正在宇宙里边去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嘛？因为咱们现在在讲宇宙物理学，还是得把他们从那个 F 等于 ma 的牛顿力学往上拔一拔，完了之后他们才能在底层。有时候你讲的太过高级了。没有这个东西是究竟的，这个东西会究竟。跳的有点太远了。没事，这个其实还不远，就是没事。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再通俗一点。对，就是这个让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还得让他们再去降维，因为我原来不是一直在做，我的工作一直是在做那个分析和统计嘛，这个东西是需要用第三方，就是做程序嘛，它有属性和定义域嘛，那我们是要把这个东西对。那个，我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给说明白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去听懂的嘛。但是咱们要考虑，有些人是情感状态的啊，有些人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是科学术语状态的，还有些人呢是学佛道儒释道的嘛。就是我们都帮他们降维嘛，他们尽量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全部都能听懂嘛。对，就是对。T 等于 F 分之一等于德尔塔 S， 就是那个起飞啊，你在这边可能还没有把它，后面是不是 V 是德尔塔 S， 德尔塔距离，边际距离，对。好的。那对那个我们再聊一聊那个反重力的方面嘛，老邵，因为我理解的反重力方面啊，对，我先起一个头吧，就是我认为的反重力是什么呢？就是从最究竟的一个角度上，宇宙里边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引力，但是它磁自转驱动以太的场差压引起的。第二个层呢，才是在实物界，比如说在银河系统里边，才产生了我们称为解构学嘛，正4面体、正6面体、正8面体、正12面体和正20面体，然后它的物理的周期不同，然后才产生了，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屏蔽重力场的一种方式嘛，这有很多种方案。明白。我给他们先做过入门。那个反重力在我这儿有那个从复杂吧到简单，一共有6大类。6大类，我觉得有2类是比较正宗的，就是那个经常外星人使用的。第一类呢就是标量。啊，确定。其实就是那个年轻航星，他们那个飞船都有水晶嘛。对，就是我再给他们做个翻译。就是通过改变时空嘛，就是让这个东西在这个本时空就消失了，然后进到另一个时空了，是吧？这个是第一类的。然后第2类是什么呢？第2类是标准的，就是那个小灰人啊，或者是这个金星人，他们经常用的都是这类。
就是创建引力场，它创建一个自身的这个环形引力场，就是它不叫环形，叫苹果形嘛，就是一个立体的涡环嘛。创建这么一个引力场以后呢，它引力场就是自身创建的引力场把自己包裹住了，对，所以外界的你不管是太阳的还是地球的，任何这个不管是还是黑洞的，任何这个有大质量的东西，它都对它无效，就是引力对它是无效的，所以它也依然是属于失重状态。它失重的话，它其实就可以达到极高的速度了，因为它没有质量，它相对于这个环境来说没有质量。但没有质量还有一个特性，环面以太没有质量不代表外界是很容易撼动它，正好相反，它没有质量的时候，外界是很难撼动它的，就是你外界不管是风吹也好，还是手推也好，还是什么东西也好，它很难运动。就是模式，但是它内部来说的话，对它内部来说的话，它一点点的这个叫梯度差，就是以太的梯度差，就可以让它以极高的速度运动。确定？就它这是跟它自身的场有关系的。就是所以它的速度可以达到光速。这个反重力东西，我们一般保守点说，咱不能那么说，因为我们查到的数据一般是8万多公里，不是68万多公里，就是这个每小时的速度。但是这个有一些资料记载，但是我没看到具体数据，只不过是一些推算啊，他们说可以达到这个光速，但是我觉得光速还是太大了，所以还是按照这个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的话，一般就是几十万公里嘛，每小时。对，其实还有一种，也是很高倍了，上千倍因数了。就是还有一种环面以太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做嘛，就是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边发现了这个现象啊，就是把它怎么做呢？就是用 B 型金刚石先把它镀膜，然后再分成 A 型金刚石，然后所有的热量都会转化成电能，热量转化成电能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光的场，它就会把它自己形成一个单体物理学，然后直接它就没有大小概念了，直接是通过什么呢？就以太的标量嘛，其实我们说白了是黑洞嘛，然后直接塞进去，它可以从任何地方进去和任何地方出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它的怎么样进行计算啊，因为它的矢量的计算的一个方法，我们觉得还是用那个标量的3进制来进行计算。我们正在建它最初始的模。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难点不是把它造出来，难点是如何前置通讯。难点是这个，就是换句话说，咱们没地图，你知道吧？难点是要先把地图给干出来。明白。就这个东西造出来之后，它没办法用那个现有的技术手段来做通讯啊。对。磁这种手段是通讯不了。对，这个是为什么？现在不是磁粒子吗？它本身磁粒子对它无效了，引力子都对它无效了，别说磁粒子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所以通讯的话只能靠脑场通讯了。用那个标量通讯嘛，其实用以太通讯，就是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给他们就是前一段，就是你刚才下去了有一段，就在给他们讲以太的通讯的模式嘛，在这里边再给大家补充的说一下，已经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用 B 型金刚石，在1瓦1安培2.2伏特的情况下，已经能驱动了缪中微子，然后已经做到了检测方案。但是我们现在麻烦点是什么呢？需要一个3进制的通讯组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和那个武汉理工大学的周教授那边就是想用 LC 的震荡回路，然后把它给做一个解决，来解决我们现在就是说白了3进制的多维场通讯的问题嘛。那说白了芯片我们现在已经会造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要同步一个进和一个出的问题。那这是一个背景嘛，就是我们是想，除了解决一个问题嘛，就是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以太里边穿越的时候还可以通讯的问题嘛。对，这样好多了。对。其实你研究这个应该属于类似那个就是道家的那种帕辛通那种技术吧，是不是？对，就是脑场通讯嘛，意识通讯嘛，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其实说简单点啊，就是炼成环虚的时候，把某些地方别的地方的那种内部的功能，把它变成外部的功能而已嘛。对呀，8七坤，我就是通过设备来实现了，是吧？对，不就这事儿嘛，就是咱们终于说它在宇宙当中速度基本上是计时的，是很高的速度。不确定，它几乎在宇宙里边几千亿光年的话是7/1000秒嘛，最大时差
千分之几米。对，对，它是几乎是鸡丝，但是还不是鸡丝，就是它就是脑场子嘛，对脑场子的震荡。巴奇坤，我是听不懂，对，但是不重要，我练个咒就做到了。你看，每个人到达的方式不一样。有他心通，那个蔡心的没事，我们也没说这个，就是我是听不懂，但是我可以念咒。我们在说逻辑。好，对，大家走的路线不一样。就是你刚才说了有2种的嘛，咱们现在就是您在做一些方面的介绍，我们尽量把它那个都做一个翻译好了。明白。所以这是2种，然后第3种是什么呢？第3种就是屏蔽引力场。屏蔽引力场不是跟创建不一样？它相当于是，就是我现在目前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我得先有大量的磁质，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叫中微质吧，或者是叫这个气吧，就是人练那个气。第一步你先有大量这个东西，然后第2步呢，这个气还要产生极化态。就说白了就是让所有这个粒子的自旋频率，就是自旋朝向要统一。一旦要出现这2个条件的话，那么它就会让引力场绕行，就相当于是屏蔽状态。就是我还建议你，如果造这个还来我们实验室吧，我们实验室的磁通量设备能在0.42纳米范围内啊，能造几十亿个矢量1质的单晶体。到时候我觉得可以。但是有空吧，看那个疫情不要太紧张的时候，就跑到我们实验室来做好了。我们做到了。我考虑那谁呢，就是那个尼科夫格雷本维克多格雷本尼科夫，就那个昆虫学家。他那个我分析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屏蔽引力场的原理。就是，但是他那个是蜂窝网，就是我说一下，就是因为那蜂窝的那个结构呢，我们事实上现在就是尽量在用那个石墨烯，我们不是造出来了吗？造出来完了以后啊，它关键怎么形成石墨烯的共振？它有一个，就是我说一下啊，它的有一个半径和它的场差压共振的一个常数，那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常数，要不然它事实上，就不知道用多少嘛。其实我说的简单一点，到时候你可以造这种东西，我们负责完全动。它那个6边形呢，相当于边长跟它的振荡频率是必须得匹配的。确定。一旦找到振荡频率就行了。对。它就瞬间就有效果。对。而且能量消耗特别小。确定。就好像我们现在能用2瓦就实现超导了，2瓦。对，这应该是2.2伏1安培嘛。原来最早生产的是 A 型金刚石，需要22.5安。它才能超导嘛，现在已经把它降到它的1/10都不到了。哎，你们已经可以实现超导了，这么牛？这不早做到了吗？可以屏蔽磁的。对，你说对了，是 A 型金刚石，它可以屏蔽磁场的。那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那边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材料，他们根本就做不了嘛，我们实验室可以做的。哎，我知道那个金属铋呀，金属铋当达到这个70纳米以后，就是超导态，可以给它做成这个细丝或者是那个壁箔那种非常薄的东西，然后它整个平面就属于超导态，常温超导态这个东西。对，那个可以未来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它来开发 CPU 嘛。对吧？那就是超导的 CPU 了。其实我们现在通常不用稀土元素，也不用硒元素。其实我说简单点啊，就我们现在用的全部都是和人能共振的元素啊。这也是在说一个例子吧。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研究的过程里边，其实我不是在实验室被炸伤了很多次，又不是一次啊。发现一个问题，就好多东西它对人不友好，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碳基生命，它肯定很多东西它不适用。太脆弱了，那生命对肉体是很脆弱的。对，这是为什么我们原来去做水的时候也出问题了嘛？没事，你接着去做那个就是介绍好了。有个粉丝说第2类没听明白，第2类其实说简单点就是创建旋转的磁场。创建有2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是用磁单极质高速旋转，另一种方式呢就是带有磁压性质的磁场，就是我们现在的磁场，我们这个物理学里边，现在整个这个大学物理学里边没有磁压的概念，磁压是2019年的中国的叫物理学会啊刚推出这个概念，但是它跟那个你看有电流有电压，
但是磁呢只有磁流，没有磁压。它磁流它叫磁动量，所以一旦要有产生磁压了之后，这个带有磁压性质的磁场在旋转，就会产生这个重力场，就是构建这个引力场嘛。引力场构建了之后，就会形成这个引力闭环嘛。这个是第二类。对，磁压这个概念，磁压呢这个概念，我们正常生活中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创建不出来。就是磁粒子啊，其实这些东西都叫以太，小于电子的都叫以太。对。但是我们生活中以太它属于一个压强，统一一个压强的，就跟鱼在水里边它不知道有水存在一样，或者是不知道有水压存在一样，对吧？可以听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里边，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以太压力。老上这方面跟你说一下吧，我们现在用那个 AB 型金刚石啊，然后做成了一个以太的结构，就是正十二面体。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个氧化还原电位 MV， 然后进去的时候，它刚好能检测磁通量，就是能检测以太的场差压。我们发现了，现在正用这个东西去能检测场差压了。对，完了之后，它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单数，它是8维3进制。它能检测是不是就能构建场差压？构建的话，它需要闭环，你就可以设计取数引擎了。对吧？反过来，以太的差嘛就是取数引擎嘛，就是它需要3层膜的结构。出来之后就可以出现那个时空梯度了。时空梯度出来的话，那就是时空穿梭就出来嘛。不是跟你说，你应该来我们实验室聊一聊吗？可以，我觉得疫情过去之后可以。对，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实验室里边事实上有很多大神级的人物，你知道吧？完了之后，你就是在这里边不是有好多背景也不适合说嘛？完了之后就明白，对，在线下是适合聊的。大志公问你什么时候带他飞？不是，他不是飞出去过吗？DMT 让他飞过了。好，不要聊这些，好的，好，那就可以继续聊一下。气功嘛，就是五层开麦，就这个东西先不要打这个岔，就那个老上你可能不是总共是6种嘛，那后面那些东西也帮忙去做介绍好了。介绍就是那个介绍后面那3种呗。对，介绍那个后面那3种实际是跟力学有关系。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那个空间梯度差，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你可以用磁来实现梯度，也可以用这个以太来实现梯度，反正都可以。你看那个TT 就是汤森布朗嘛，汤森布朗他实际做那个其实就是非对称的电场。其实就是那个以太的梯度差。什么长生不老？一个性质。梯度长。对，就是空间梯度差，可以用磁。你比如说那个霍尔效应，霍尔效应其实也是一种类型的嘛，一种梯度差吧。你比如说电动机它之所以能动，是因为同导线里边有电流嘛。电流是什么？电流相当于是旋转的磁值，对吧？对。而这个它经过了磁场之后，这个磁场呢，它就一定会向一边偏，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整个导线的一侧这个磁场是很稀的，一侧是磁场是很密的，对吧？这个时候就出现梯度差了，这个就是梯度差嘛。所以我们可以创建这种，只不过我现在说的它是有二元性的，就相当于有多的就有少的。什么意思？就是磁铁和铜线，它俩要同时受力。这样的话，相当于整个对于环境来说是个平衡态，对吧？你比如说电动机或者是这种构建的东西，它是一个平衡态，所以它还是就是达不到5公子推进的这种作用。但是，一旦要是你通过频率来创建的话，就可以让它出现整个空间的磁场的梯度差。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那个当年汤森布朗，他在60多岁的时候，他发布了一样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磁铁外边包了一个这个超导态的一个喇叭口，一个超导态的喇叭口形状的一个这么个东西，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其实我说这个问题在哪？就是我们也研究过这个，就可以产生这个磁梯度差。就是老上啊，就是我们原来也出了这个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
我们在研究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把这个事儿也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叫做分力发电机的机头，它也是这样的霍尔模型嘛，霍尔，然后一层一层套着的，但它存在一个问题啊，它是电流和电压双增，电流和电压双减，它难点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这个钻头是个矢量，它从小它会变大，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个黑洞，这个东西是在做新门技术的时候它很有用。但是它反过来说，在做什么技术的，就是在做我们现在的控制技术的时候，必须要用超级电容，那必须要有超导材料，因为，难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上回做的那个叫做分力发电机的多矢量呢，它也出来这个问题，就是电能产生出来，但是真正去接收的这种，水库的结构是没有的，导致我们现在被卡在了那个超导材料，超导材料我们也做出来了，电压也有了，就是导不出来，你知道吧？但我们还缺了一种东西，所以你刚才说的时间梯度差的空间，就是以太梯度差，这个东西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上面挺难的，因为你需要，我直接说简单点啊，在宇宙里边要计算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比光速还快的超导量子超导量子计算机，它才能行，这是它的前置。我们原来研究过这个部分，为什么？就是说白了，咱们不能老是让那些练功练到禅寺的人去开吧，别人就开不了了。这个东西的应用扇面就特别窄。明白。它会有个。你刚才说那是发电技术是不是？能源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磁的空间梯度差和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它是双变量嘛，就是 S 等于 VT 嘛，然后 V 它也是增量 ，T 也是增量，双增双减的时候双变量嘛，它事实上就是指数了，它是说就好像我们的声音嘛，声音是根号下12/2的1次方、2次方、3次方，它开根号是不同的嘛，它出来了导来咪发嗦拉西。但我们现在的共振的原理呢，事实上我们也是对它是有误解的嘛，会有点难度。然后另外两个，一个是惯性，就是这个非对称惯性力学。就是让那个惯性离心力变成线性力，这个涉及到装置的具体结构，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就是抗核力了。就是抗核力是什么呢？是浓缩收集一种粒子，这种粒子是 S 级磁单极质，这种粒子本身就抵抗原子核，所以它本身呢跟地球排斥，所以这个收集这个粒子它本身就是比较，就是有点像收集氢气的概念。对，它本身就比较轻这种东西。对，我们有一段时间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后来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出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磁单极子呢，它对人体是有害的，研究它的人大多数给致癌了，团队里边也有发生的。后来我们就是在环境里边呢，事实上给他们去做负的300 MV 的氧化还原电位的材料。然后让他们是服一段时间，通常服11天到12天，才允许去进实验室，是这么干的。就是我们有这种材料，就是你们下回如果是就是上回聊的那个朋友那边，他如果有需要的话，事实上可以给他提供。他是那个用一种特殊的技术，维持了自己的这个癌症，就是维持了这种癌症的这种扩大，就是它叫罗蒙毛技术。就是我们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他给我发过照片嘛，就是那个萝卜完了生那个白毛，生完那个白毛呢，他不能搁嘴吃，他得用鼻子吸，他说搁嘴吃他就被那个杀灭了，他用鼻子吸完了之后呢，他会那个发烧，他每次会发烧，但是他说那个毛他会寻找身体里边的癌细胞，就专门吃癌细胞，然后呢这个他说孢子嘛，就是孢子，他说这样的话那个癌细胞就被控制住了嘛。对，但是我们用的这个技术啊，是不生病，然后先防御的，就先建护盾。对，我们就是说白了，我们是
在做前置疗愈技术的嘛。那你这个是什么癌症都能管吗？我们不治病，我们就是老上这个放到下面聊，因为有些东西要保密。对，我们就是我们到时候甚至它的嗯生产工艺，我到时候都可以发给你，但是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中央的那个枪的制造成本太高了。上回那个就是我们说多枪反应器大概就花了1亿嘛。啊，对，我负责那个东西去建的，就是我不是擅长去做负压反应器嘛，我这个姓名不就是个炉子的炉嘛，就这么回事儿。对，就这个我也做过那个当年做开司反应器嘛，2014年花了40多万，做那个开司反应器也是那个双核心的，都是负压的。负压惰性气体的那个版本，那个很难做出来的，挺难做。我当时做那个外壳是400直径的，比较大的，然后内壳是那个180直径的。您是做的它飘起来了吗？没飘起来，启动都没启动起来，那设备就挂了。就是工程方面差很多东西，我们。哦，是不是？其实说简单点，就是就是算它的质量和应力，你连纳米化都没有到是吗？纳米化做了，我们纳米头绳都做了。就是启动电机，然后后来电机烧了，就是没转动，转的特别慢。我们设计转速是得达到3000转，结果我感觉转速连600都没达到，然后这个东西就烧掉了。再后来觉得我靠，这就是因为我研究反重力比较多嘛，然后我总觉得这种太费钱，一个设备就干掉了40万，后来得了别去干了，干别的吧。对，就研究成本低的了，成本高的研究不起了。然后再加上开始它总是变相啊。那个时候是开始科技嘛。没事，我们只是聊一聊，就是因为我原来参加的项目里边大多数都没有资金问题嘛，完了之后事实上都会被实施掉，就是通常都是预算通过了完了以后才去做实验的，通常没有拨付问题嘛，所以我们原来去做。你们这个，我们当时我都是自己赚的钱，大概200多万吧。从那个09年攒到14年，完了到了16年就花没了，2年就花没了。对，那个我们原来是风投基金，大概第一期投了3882万。没事，我们80多万不算多。就是我们那时候投了4个实验室嘛。好，我们可以聊一下科技。对，那个我们在聊。后来我们那个就是知道了嘛。这个花钱得省着花，然后很多东西还得改方法，不能那个硬来吧。咱不像说这个国家那么有钱嘛。个人的话就是不断的去换方法，然后去节省成本。那个其实我们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和尼古拉特斯拉一样的嘛，先别在这儿造嘛，对，在脑子里造是吧？不是，你也有这功能啊，你为什么不控制第4个和第五个梦境呢？在那里面造嘛，造完了。对，我一般做东西都先睡觉，边睡觉边造。对，咱们聊到重点了，这个事儿其实可以给他们聊一聊，就是我几乎98%的那种东西，就是零件只要超过1万个，我都不在这边造，因为成本太高了，在那边造完了，然后在这边是。一次性就可以把它弄出来，不建出来，对，直接复制，直接到现场直接复制，还有耍赖的方法呢，跑到未来嘛，对，先去找。很多人这个问这个自由能是什么呢？其实在我这看来，自由能它不是永动机，它不是说这个它是凭空产生能量啊，它实际是零点能，实际是一种能量的转化。那什么叫零点能呢？零点能实际是现有的学术界里边逐渐推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还没进到正规学术界，但是有些教授已经推出这个概念了。那为什么叫零点能呢？在我看来，它是什么呢？就是粒子达到绝对零度的时候，它还有粒子的就是自身的状态，相当于达到0度以后，这个粒子并没有解体，而且它还是在有自旋。这种自旋相当于它是叫本体值嘛，就是相当于它自己质量带来的能量。
对，就这个时候你再去从它身上拿能量的话，这个能量其实就是零点能量。然后关键是粒子它也不愿意牺牲了自己，然后把能量拿出来，对吧？所以它会寻求宇宙嘛，因为宇宙整个是共轭态的，就是整个宇宙里边所有粒子都是衔接的，都是有震荡啊，通过震荡或者通过场来衔接的，对吧？所以它就会由宇宙的其他的这个高能态对它进行补偿，所以最终呢，能量还是来源于宇宙，不是来源于物质。确定。所以这个就是自由能的来源，但是自由能的方法有很多种，是吧？有这个纯磁的，是吧？有纯机械的，还有用电磁的等等。电磁反正这几类我都有研究，还有用水的，是吧？我都有研究。其实说的都是拿到粒子的自旋动能，在我看来都是拿粒子的自旋动能，就是拿质量。就是任何粒子啊，不是非得核能粒子。对，你现在考虑那个 COP 比较经济和理想的方案，比如说每千瓦构造成本最低的方案有哪几种啊 ？COP 我觉得构建最低的其实电池类的，就是不是那个充电电池那个电池啊，是那个电能磁能，这类的怎么说呢？其实说起来容易，如果要是电路好的话，估计也能实现了。我跟你说个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电动机，电动机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叫堵转电流或者叫启动电流，对，是吧？这个启动电流是哪来的，是吧？这个启动电流实际不是来自电磁，不是电磁的电压带来的，这个启动电流其实就是自由能，也就是说，或者是叫堵转电流，这一瞬间堵转了，它这个电流特别大嘛，这个其实电流就是自由能电流，只不过它的方向是从电磁往外流。所以它是抽了电池的电能出来，所以这个是那个一种能量，也是一种损耗嘛。但是如果这个你拿好了的话，你比如说叫特斯拉电瓶，就是有四个电瓶连接的那个其实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对，包括特斯拉后期发明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拿到粒子的自旋动能，应该是电子的自旋动能。具体是什么原理呢？在我概念里边，电子是有一个立体结构的。电子这种结构像什么呢？你可以搜一下叫罗丹线圈，对，或者搜一下叫罗丁线圈，是吧？电子是这么一种结构，而且电子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罗丁线圈它不是稳定的，它是一个不稳定，它是始终在绕行的。是什么在绕行呢？是 N 级磁粒子在绕行构成了电子。然后这个粒子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就是它会变，就是当你自旋速度改变的时候，整个粒子的上下压差会变化。就上下磁压差会变化，所以电子的自旋加速或者减速就会导致电子的自身的加速和减速，能理解吧？所以电子，你比如说我们在导线里通电，实际是导线先极化，为什么叫极化电流？就是导线第一电子，就比如说你要走道的话，人走路第一时间你是方向先转，对吧？你转过来方向之后你才能往前走，如果你往后走，你一定是先后转，然后你再往后走，对吧？电子也是这样的。电子往前走，它不可能倒着走，它是第一时间它是先转向，第二时间再往前走。这种转向实际就是它自旋轴线的转向，明白吧？自旋轴线转向之后，它再往前走，它就构建磁场，就是电子产生的磁场。电子产生的磁场是跟电子自旋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磁场来源于什么？磁场来源于电子自旋的动能，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一旦你把这个磁场堵塞了，摄耳机其实就是你把磁场堵塞了之后，电子自旋必然会减速，而电子自旋减速的话，必然会带来电子的运动方向的加速，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自由能的来源，电子运动方向的加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加速方向是怎样的？如果你要是这个瞬间你用那个机械的方式，或者用长管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电能给它提到电池里边，或者又提到这个用电器里边，对吧？你这个时候就自由能就被拿出来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自由能输出出来了。这个，当年那个尼古拉特斯拉很多专利都是这个方案。其实我说一下，但整个原理都是这个。就是在这里边最核心的是材料学。你刚才说了一个点，比如说塞尔基的那个模型呢，事实上我们在研究材料的时候啊，发现铜的一个同位素在零下93度的时候啊，它事实上就可以吸收环境的能量，产生磁暴。那它就会什么呢？就是它反而是越来越冷，它会吸收环境热能。那每一种对，那我们在实验室里边是造过一次，完了之后产生过一次错误的 EMP 嘛，然后事实上
就是产生了一次灾害嘛。完了之后很多。那你所有用电器都挂了是吧？啊，对。EMP 产生了。OK， 完了之后。EMP 是电磁脉冲。对，就是上回并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嘛，后来实验室就找到了参数去怎么控制它嘛。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负压反应炉，然后在超导材料往上镀膜的时候，镀到一定厚度的时候，因为抽真空的时候它就会变冷。我们最多的时候抽真空能到零下100多度，然后抽到那个极限的时候，再往里边就用紫外线去打的时候，它就出来一个强紫外线嘛，打进去的时候它就产生了磁暴现象。那我们发现了，就同时上载高频微波的紫外线轰炸，那频率要高啊，通常是要大于1000，就是13.56兆赫兹，它就可以产生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有很多高频振动的这种我们称为电源嘛，我们最高的有12千瓦的，这也算是很就是对，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空气啊，或者是这个尾气，就是汽车尾气啊，或者是那个水，它是极高速的漩涡，比如说达到几马赫、5马赫、6马赫以后，它是不是会搁里边出来一些东西？对，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些粒子对人体比较好。我们说一个密码，水如果在100个标压下，比如说地底下原油啊，它就是这么形成的嘛。对，我们原来也做过这方面研究啊，就是因为那个分子棒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就是我们原来研究了一个分子棒，它就专门吸水的，然后就在那个里边呢，就可以产生水的加速。我们最高的可以把水啊干到600到700公斤嘛。我们没有引流啊，没有做任何引流啊，好奇怪，抖音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我们没有引流啊。没事，咱们再聊啊，就是好，大家扣一波正能量啊。对，就是我扣正能量有用吗？不是，不知道，可以引导一下。那个是100个压强以下的时候，水的结构就从101度59分直接被拉成180度了。这时候它就变成了单质氢和单质氧，自旋了，而且它往一个方向像转头一样跑，非常夸张了。然后非常夸张。我知道，烧贝格尔就这个技术嘛。确定。烧贝格尔就这个技术。对，就是这个东西本质上叫布朗气体嘛，但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水变气、水变油就瞎扯了嘛。它是个物理学啊，就是只是把那个 HOH 也是 H2O 啊，那角度不是这个角度了嘛，它把它换了个角度，变成180度，啪这样转了嘛，它在物理性质就变了。相当于它是质旋的同时，它就会在轴线上产生力学，是吧？确定。然后带来矢量，带来场差压，同时驱动以太。我们发现这个。同时能够驱动以太，对，所以那个东西会产生反重力现象。确定。它不仅能产生这种现象，因为当时研究那个烧贝格尔那个机器，它叫推迟器嘛，它就是用水的，然后它让水高速产生漩涡，之后它产生了一个动力机嘛。就这个机器它是可以输出，当时算的是160马力，然后他说可以运转几十年嘛。他说这个只要加进去水就行了，然后先用电机带达到一定转速够了之后，它就可以维持住。然后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机器它做很大嘛，那个机器大概几百公斤嘛，他发现这个机器启动起来之后会变轻，是这样的。然后从那以后他得到一个启发，说我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做成那个悬浮器呀？当时他没有什么飞碟的概念，就是这个上世纪1930几年，1933年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开始开发那个这种类型的飞行器嘛，然后叫推迟器一、推迟器推迟 A、推迟器 B 嘛，就是用水做动力的。所以你要在网上搜那个叫别龙彩，然后说无烟发动机，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那个用水做动力的。其实就是你说的，刚刚你说驱动以太，以太其实在这里边，以太包含了尺子高速旋转，就产生了这个。其实是在结构学里边就相对于简单，是因为我说一个背景啊，后来我们的那个老师也是我们化学的那个
老师啊就不跟我们去聊这些东西嘛，因为我们那时候用3进制的矢量在聊天，通常不加这个词那个词，我们不是开了个玩笑啊，叫2、3千年前老是老子、孔子、庄子嘛，现在是分子、原子、谬子嘛，我们就开这个玩笑嘛，就是他们一搞不清楚，完了之后就加个词。事实上就一个东西，振动频率和结构嘛。结构就是说白了就喷头方向嘛，矢量带方向的嘛。然后第二个是几个周期回归原点。很多人问是不是我先答一句，那个是我，是老上。老上啊，这麒麟老上啊，对，大号在连麦。对，我这大号还行，现在都限流了，还有一点流量，还行。对，完了以后就是材料学上面，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很早就开始研究材料嘛。第一个是这方面材料，就是 A 型金刚石可能在实验室里边最早的时候是1998年就被造出来了，然后实验室原来的就是曲玉芝曲老呢，他原来也是我们那个就是原来做最基础研究的嘛，但是他研究的是晶体，他研究的是负压反应器里边的晶体生成模式，然后生成的晶体他发现，只要在晶体里传导，它出现了一个情况，就远端的传过去的热能比这边 COP 大，它那个能做到3.几吧，3.04左右。完了之后，这个东西不是后面就有应用了嘛？我们后来发现，微观晶体的生成模式，我们就因为原来就是有晶体的生成模式，后来掌握了用碳基材料，然后去生产。我们现在能生产到42纳米以下的可控碳基材料的矢量方向的控制。所以这是很牛的技术了。哎，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水晶能变大这个事儿，你知道吧？这可以啊。水晶能变大体积1000倍呢。但是水晶咱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重力环境，你超过7摄氏度，这个东西就砰就炸了。对，就炸了。但是我之前看那个，它那个水晶就是一个指甲大小的水晶，然后它变到了多大呢？变到了大概就是200多毫米，就是见方200多毫米见方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水晶可以作为放大器使用的，它也是新门。它是放大了上1000倍，我去，那个东西太狠了。放大上1000倍。然后它还产生了很轻，那个东西放大了之后，它会很轻，会飘起来，就类似一个大盒子，用手捧着那么大一个盒子那么大。就是老邵，你只要研究到它最基本的结构，然后你们就可以发一些信息给我们。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在实验室，到时候去做这种镀膜材料嘛。比如说咱们上回说的蜂窝网格的，那我们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产出来的这种东西啊，到时候全都是负极的，就是负电位的，对人是有效的，是这么回事。咱们到时候找个机会吧，就是你那边可能下一回我估计可能春节前后可能你不过来的话，我可能会跑到你那去一趟，然后结构学的那个电机问题，像让你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实验室里边的布朗气体的生成器全部都做完了，是希望能做成一种比较好的单缸的陶瓷电机。可能薛总那边能做那个陶瓷镀膜嘛，我们到时候可能陶瓷电机这一块可能到时候去做一下。共同去考虑这个东西怎么做，可以去研究一下这怎么给它实现。对，你是很牛的，就是你结构学上的力学和结构学上的还得考虑。我得能回忆，我得逐渐回忆才能回忆起。你不是造出来了几十个了都？电机是你绝对牛逼的。哎，对，我确实喜欢电机，我到现在我买电机估计得有上千个了得有。我实验室放了各种各样的电机，放了很多电机。就是你对研究电机呢，是你原来灵魂的任务。我原来去下载信息呢就是我擅长的是这个方面了，就这么回事。完了，那个我看一下，能源、反重力、通讯和材料，我们大的方面都聊得差不多了。老邵，你后面是怎么安排啊？
你说什么方面怎么安排？啊，就是等会儿准备什么时候停止直播嘛？你晚上不是9点半嘛，好的9点半吧。然后看大家问什么问题吧，问什么问题我啊？对，们可以咱们现在去做一些做一个这个回答。开放嘛，完了之后，现在大家可以去问问题，我问一下啊，我看一对，下你们问问题带上人，就是希望谁来回答，然后我们来回答嘛。对，只顾或者是这个共同探讨都可以。就是他们说把飞轮储能的原理讲一下。飞轮储能原理那不就是惯性吗？就是惯性吗？其实这个自转的东西，储存的动能啊，陀螺仪是反重力的，别的没啥。对，你给他们讲一讲嘛，在就是我们这边的学员都偏灵性，并不偏科技嘛，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个没啥讲的，它就是一个大飞轮，质量很大，然后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它会产生一定的动能，储存的也是动能的。对，别的没啥。就是我再说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发电机在启动和停下来的时候，水也有这种现象啊。我们发现就是用超级电容也可以做这方面储能的嘛，就是我们原来也做了有一些超级电容的设备嘛，完了之后在这方面呢，可能我们会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在材料学和结构学和启动上面，这方面可能就是你可能更擅长的是转化，把它变成矢量动力这个方面。完了，对，你们再看看。其实那个发电自由能呢，这个启动暂停那个只是一个方案，其实方案有很多种。用那个脉冲啊，都可以，或者是用赌池啊，都可以。就是这个电子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电能，然后它不产生磁场嘛？产生这个磁场之后呢，你去用一些方法去阻碍这个磁场，阻碍磁场不产生力了吗？这个力你就可以用，对吧？这个力用完了之后，它同时也会产生电能。那个法拉第盘不就是吗？法拉第盘它就是一个COP 大于5的一个东西嘛。法拉第盘。对，法拉第盘也是被屏蔽的东西，就是现在学术界不倡导宣传。但是法拉第盘呢，它是一个这个应该是被遗忘的东西吧，就是有带过一笔带过，叫单极电机。学术界有一笔带过，但是它不着重讲。是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是在微观材料学，如果你在那边是什么呢？我们擅长对碳基的金刚石能镀膜，然后 B 型的呢是能做成超导材料。我们都是用的，就是我们说白了都是用的甲烷嘛。我们能改它的结构，能改它的微观矢量方向。我擅长的是改水，然后水的这些东西呢。那你对水的。咱俩有一些交集，我最早是研究也是水，就从水开始接触到这个反重力的，然后后来开始研究这个电池这类。就是00几年了。就是我的那个天赋是在水上面，我能几乎因为过去的上实验中学的时候，老师把我这个天赋给用过了嘛，完了以后天天让我去读那里边的结构，他们因为去做实验太麻烦了嘛，就我特异功能去读那个 ppm 和结构嘛，所以我可能脑子里边会有12万种水的晶体结构和相关性模式吧，所以我能理解各种形态的水。明白。就是和水有关的，但是给的相关性建议是什么呢？因为地球上水多嘛，完了以后最好的第一阶段呢，我建议还是用水的这种。水是能量的源泉呢。确定。对吧？这个未来的这个能量，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水来转化的，就是这个新能源。现在的新能源基本上就是氢能嘛，是吧？除了这个什么风能啊、什么太阳能啊、什么这些东西被淘汰以外，现在国家着重大力发展的清洁能源就是氢能源了嘛。氢能源接下来之后基本上就该水了吧，是吧？就是类似这个布朗气体这类就开始普及了吧，应该是。对，其实布朗，因为这类是最容易的，最接近地气的。
对，是吧？然后才能是电而且没有危害池的自由能这类东西，对对对，是吧？就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所谓的氢啊，他们现在在做很多研究的时候啊，事实上就是布朗气体根本就不是氢啊，那他们只不过没办法去读结构嘛。那布朗气体它是带电的矢量差的，周围是这么电场、电子设备失灵是怎么回事？对，那个是磁场磁压带有一定磁压的磁场导致的。嗯哼，就所有的这个 UFO， 就是现阶段这个除了天狼星的啊，除了天狼星的 UFO， 剩下地球人的大部分的 UFO， 因为地球人的 UFO 都是仿制灰人的，是吧？就是属于来自猎户座的科技嘛。这类科技都是电磁类的，电磁类的都是产生强磁场，就是这个磁场他们是用它就会硅基的，干扰电子设备。它那个东西很危险，人类进去完了之后不做场屏蔽的话，很多人就得癌症了。它那个都有，它是用重核放射技术。未来科学趋势一样的，能把水更好的分解成氢气氧气。分解氢气氧气的话，一是你听卢先生讲嘛，在我这概念你得加入频率，是吧？水的自振频率是42800，所以你不管你是用声波也好，还是用这个电磁波也好，还是用这个直接用带有频率的电也好，你就是基本上达到这个频率，就很容易把水打开，解成这个氢气氧气。但实际它还不叫氢气氧气，它应该就是布朗气体嘛，或者叫 H2O 嘛。对，如果是地球人就是，他们问那个，我看看啊，在这边，高温等离子是太阳吗？有没有实现高温等离子发电的技术？在这边也有人问。高温等离子，很早之前有，就是高温等离子发电技术在美国就比较出名了，中国现在也正在大力研究。什么呢？它就叫等离子发电。简单的说，就是先通过热，把一些垃圾或者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烧成等离子体，然后变成等离子体以后呢，它里边其实就是原子核和电子两部分嘛。然后它让它通过磁场之后，电子跑到一边，原子核跑到另一边，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构建成低压大电流的东西。现在就是之前一直没解决问题，是因为这个隔热没解决好。隔热没解决好的话，磁是很难这个创建和维持的。所以现在它是这个把隔热解决好了，然后这个技术就已经得以实现了。现在美国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中国这方面也是正在建设吧，应该是。这个是等离子体发电的这么一个趋势吧，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高温等离子发电，那和他们问和太阳是否是一样的？他们在这边在问。蝴蝶号有人问，蝴蝶号。就是我们这两边在直播，就是对，我们开了2个号。对。你是还有别的这个 APP 吗？不是，就是那个微啊。也是抖音啊，微，明白。氢能和老汤说的第二种反重力相比太弱。氢能跟反重力没关系。对。它是能源技术，还是属于传统能源技术。反重力呢有点太超前了，因为它是那个跟时空有关系了嘛。现在怎么说呢？我感觉要是就是技术上来说，我们是现在逐渐正在破解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国外军方和这个相关的军方都是有这类技术的。但是这类技术其实国家也希望民用化，但是他又不能说直接把军方的东西拿出来民用化，这样的话他不相当于告人家咱有了吗？所以他是希望民间自己搞出来。对吧？这样的话，你自己建立这种立体交通啊什么的，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但是这样的话，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所以高层的意思还是希望这个东西普及出来。有空这样吧，老邵，咱们还有那个两分钟，你能不能给他们解释一下暗物质？暗物质啊，暗物质在我的概念是什么呢？我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认为暗物质是。你看暗物质现在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跟我们现有的所有显物质产生任何的这种就交互吧，就是任何作用吧。那暗物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频率不同的物质，其实就是相当于其他维度的物质，对我们来说就是暗物质，明白吧？就是暗物质实际就是跟我们频率不同的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可以构成空间，这个空间呢不管是什么空间，你像这个道家经常说六道众生嘛，
对吧？其实这些东西一旦要没有任何交集的话，它都是暗物质，相当于它既属于物质，但是我们又看不见，对吧？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的交集。其实以太的场差压就是暗物质，这才是本质。对，以太的不同频率，确定。通过场实现的不同频率的这个其他维度的东西吧，或者叫其他空间的东西吧。它在其他空间来说，它也叫物质，相当于是我们对它来说叫暗物质，它对我们来说也叫暗物质。对，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我们是用耳鼻舌口身意是电磁场的部分，有些人是用磁的部分，别的角度嘛，他们没有用这个角度或频率再调一下，附录共用的技术嘛。我们认识世界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器官嘛，这几样一个就是什么声音呐，对吧？就是用嘴说，然后用耳朵听。一个就是这个电磁波嘛，电磁波还是一小段频率，是吧？300多纳米到700多纳米嘛，就是人眼蛋白质能够接收的频率。我们认识世界就是通过这点东西嘛，但是实际世界比我们要想象的要更丰富，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最终的还是一个意识的拓展嘛，无论是靠机器设备，还是靠我们自己去练功。也就是说，讲到这儿的话，我们已经已经把那个所谓的固态、液态和气态这种东西已经升华了。固态、液态、气态这种东西，相对于我们来说的，相对于我们的肉体来说的，如果要是不相对于我们肉体的话，就不存在这种状态的东西，明白吧？其实相当于是，如果你要进入到别的频率，那么可能现在我们看来是这种暗物质的或者是气态的东西，你在别的频率你看到它是另一种形态的东西，或许也是所谓的固态或者是气态，对吧？能理解吧？同意，完全同意。因为跑到那个地方去看过嘛，比如说以矿物的视角去看人类，还是以5D 的视角来看，还是以第12维度去看，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区域里边的电信的技术用的太多了，磁性的技术用的太少了，然后才导致了半衰和信息丢嘛。就是某一种科技用的会众说的问题，它是属于介于之间嘛，介于暗物质之间嘛。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显物质也有交集，也有一些交集。好的。你们直播是安排到什么时候？没有，还可以再聊一下，大家如果那个脑上的时间可以的话，你就得提到什么粒子的振荡频率，是吧？跟那个粒子有关系。对，其实物质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原来讲过嘛，就是咱们现在的地球为啥缺乏觉知和空性啊？就是因为形成物质的最基本结构啊，它是6道光，然后再形成一个6面体，3个分子加2个原子。它所以我们看的微观结构学上都是6面体或者是菱形。所以我们现在去研究的这个物质方面呢，它只跟眼睛会产生干涉、折射、衍射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我们事实上身体里边有3层东西嘛，第一层东西是淋巴、铜离子，第2层是锌离子，第3层是铁。铁呢，它事实上就是火嘛，和土和这6面体会共振，所以我们本质上是被封闭到一个非常低的频率带了。这个频率带是2进制，只要我们身体里边没有血液把它停下来，然后就升维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些造灭的人啊，他去在地上不停的走，不停的练功，就是把血液练成白色的嘛，就跨维度了，就这么回事。是意识的频率区，我们现在的意识的频率区太低频了，就是大概是10到12次方以下的位置，就这么一个状态。明白。我们现在还是通过这个物质的东西来去理解世界。如果要通过这个你的灵性来理解世界，你会发现更多东西，决定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的灵性大于他的物质的，他怎么了？被卡了。那我们再把它搂回来看看。好，估计是不要聊那个 soul 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 spiritual， 就是那个部分就不要聊了。没事儿。他其实讲了好多那种屏蔽词，所以他说他不知道他是怎么被那个的，那就是因为他总是讲敏感词啊。所以就是对 spiritual， 我们还是不要讲 spiritual 了。soul 的部分。看一下是不是来了。
好的。没有，这个就不那个了，我们看一下啊，没事看一下还能不能，对，我们可以那个加那个社群啊，可以加社群，就是那个你懂的那个啊。大家如果想帮忙的话，去请老上的抖店帮忙啊。照顾买一波，然后就是那个下次接着聊，好吧？他说下次接着聊，他这样就。好吧，没事儿那个好了，接下来卢先生来吧，就是我们不要讲那种关键词。你要不然来一波广告好的，来一波广告吧，好，我来一波广告啊。就是这个的话呢。紫外线。好的，好，那我来一波广告啊，就是这个大家今天听的怎么样？可以来就是这个好扣一波你可以在这个屏幕扣一波，你们觉得今天这个聊的怎么样？对，是吧？那个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后面可以再邀请那个那就是老上来聊一个挺好的。其实我今天也是认真的听，因为我走的好像是另外一条路线然后他们聊了一下以后呢，我好像也就是可能我对这些就是没有太那个吧。对，其实那种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听不懂八旗官，我能听懂好吗？我每个人的路线不一样吧，然后就是这个这是因为那个一位榜一可以刷榜吗？然后就是这个确实我没有怎么听得懂。好吧，那个对，好，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对，大家听懂就好了大家听懂就好了。然后的话呢，对，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卢国东全屏369哈，卢国东全屏369。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那个。感觉你和卢老师就不是对，你太对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研究出，我已经那个了，我一点毫不掩饰我对金钱的热爱。我今天终于搞清楚这个点了啊。好，然后的话，我以后就走这个路线就好了啊。然后的话呢，就是那个我就是我现在我就是搞钱的啊。好，然后就是这个感谢八旗坤八总又给我们送礼。你把我说了一顿，然后给我们刷一个抖音1号吗，八总？好，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感觉美女你的眼睛不太自在没事，你们随便说吧你们随便说。好的，那下次我们再找你聊老上，就是今天真的非常精彩，然后非常感恩你就是讲的真的很好，就是大家也都听得很过瘾然后就是这个卢国东全拼369卢国东全拼369。好的，没事，随便你们怎么说吧，无所谓卢国东全拼369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好，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到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这个社群嘛，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社群里面学习然后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也有很多那个资料包，可不可以有课程？有的呀，你可以加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加我们这个抖音小伙伴的这个联系方式加我们这个抖音小伙伴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有专人联系大家对，我们下次的话可以再邀请这个老上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还能不能邀请一些其他就是比较有趣的人太好了，我就觉得其实就比我们每次做直播的时候就聊一下那种情感关系六亲关系就是聊这些好多了看一下9宫格，就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科技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就是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很受益匪浅可以，好的。然后那个好，卢先生来了先喝点水。这样讲那个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是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第一个是词技术，它会越来越多。就是什么是词就带方向的多维矢量技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华夏的这种科技和文明呢，会慢慢的也会再出来。聊历史吧，就是上下5000年，中国人呢只是在近400年，然后在整个就是地球上是相对落后的，不是落后其实也没有落后
未来的时候啊，就是中国像一个沉睡的雄狮一样，上古科技它会逐步会出来，就这么一个状态。传统文化和前沿科技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偏向于包容、磁性，然后更包容多维度嘛。然后它不是掠夺性文化，它是承载性文化，这都不是文化了，是文明。所以，都不能，说白了，我们继承了包容的这个历史吧。多维矢量对，在这边。然后做一个小的总结吧，小的总结是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对老上下回再聊。在地球上，我们现在的更多的会去研究水，研究比如说多维的场差压的矢量的东西。我们不研究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宇宙类的种族，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从包容的心态上来讲啊，就是我们很反对，就是人类之间的所有的战争啊、分离啊，包括情绪斗争啊，像这个方面，我们更希望就是，华夏的这种包容性文明呢，能给就是地球能带来更多的这种发展的机遇。在这里边，我们只不过是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嘛。就是第一个是参与，就是不要像我们这样的啊，走得太靠前了，成先烈了哈。那稍微走的前一步就行了。能做什么呢？就是倡导者。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那个卢国东全拼369哈，卢国东全拼369，你懂的啊。卢国东就是卢国东的全拼，然后369，你就可以了啊。我们再回答几个问题吧。今天也不用播的特别晚，就是血液我有几次把它弄成了白色。第一次因为锻炼过量，大概是10几岁，那时候是拿着2个小哑铃嘛，大概做了30多个小时，然后就晕倒了，然后就血液那时候变过白色，不是白色的，是米黄色的。就会去别的维度吧，就这么回事。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快播了就是2个小时了，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一波问，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也差不多了啊。就今天聊得很精彩，对不对？对，就是先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呢，因为老尚呢，他是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研究的就是偏向于材料学和水。然后偏向于超导、超磁，就是基础原材料，因为所有的只有了原材料的变化，才能有所有的别的东西的变化。但是我们掌握了有什么呢？就是对，可以聊聊水。有人问，刚好就可以聊聊水。本来昨天说聊的，那聊一下吧。水啊，水是五行共振的以太，正20面体。然后水是什么呢？水是氢门，它最少有8种状态嘛，就是我们认为的固态、液态、气态，完了以后啊。它还有等离子态，就是我们现在造的等离子，这个东西大概能产生多少啊？就是晃一下，大概能产生1%点几的。就是什么是等离子？矢量方向是一致的，它会形成球，球就会形成膜就可以改物理学，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水是什么呢？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星门。就是可以通过水呢，能改变我们人的频率和相关性状态，但是出了些问题啊，出了些问题是，重力矩阵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称为月亮矩阵，它把水从原来的1的平方加 i 的平方等于0的平方，变成了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变成勾股定理了。因为所有人如果喝物质型的水，你就会有二元性。水的转化模式里边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脏腑器官。脏腑呢，它是五行的阳面和阴面，就是五角形你画完了之后再倒个个。脏呢就是阳，阴就是在里边的。脏腑器官呢，就是对水进行调频和矢量共振的方式。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
你喝了不该喝的震动的水，它的结构不对，所以人才会生病。人只需要把水啊，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嘛，所谓氢嘛，氢是一个绝质加工性，所以松果体分泌的是 DMT， 然后是 H4O， 然后下来的时候就变成 H3O 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说白了，人身体里边缺了单质氢，就这么回事。单质氢呢，可以让我们的 ATP 和 ADP 啊转化，就是我们肌肉里边的，然后在原位就可以转化，就不用排毒了嘛。那我们排毒的过程就会产生 CNG 嘛 ，CNG 就是我们称为的4节换法。聊的会有点狠啊，是因为今天因为老尚他的研究呢是太超前了，然后我们把那个整个科技的频率拉的太上面了，然后我们尽量去把它去降频嘛。科技。就是我们事实上水是什么呢？水到最后它本质上是门，它既然是门呢，它就是可以导入和导出嘛。掌握了这个东西呢，就知道水你把它扭180度，它就可以变成火，布朗气体就是火了。然后你可以把它，事实上就是现在的自来水就是偏物质的，它是6面体结构。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就是把5行共振的，就是孙悟空嘛，72和36，你可以把它调整成多少180，然后就可以导入觉知和空性的。所以所谓的养生啊，什么化气啊、炼神啊、5行啊，其实全部都在讲这个东西嘛。但是我们中医的传统的基础，中医的最传统的基础就是在讲水啊。好的。然后大家如果想关注更有意思的话题，或者你想学习更多的话呢，你可以加我们那个卢国东全拼369啊，卢国东全拼369。到时候的话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后面，然后就可以直接学习。然后我们也有很多之前直播的资料啊、视频啊那些，就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也有很多就是活动，大家也都可以关注啊。对，我们到时候再聊9宫格嘛。今天偏科技类，聊科技类的时候，今天聊科技类，我会兴奋啊，对，因为擅长，对，擅长就不会结巴，就不会堵。但是我们聊，就我们会有一套术语体系，老尚会有一套术语体系，科学会有一套嘛。只不过我们尽量把它翻译嘛。对，然后的话呢，对，就是有人问这个私信老师你看吗？就是这个平时是我们专门的工作人员啊，卢先生平时是没有看的，所以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啊。卢先生的话呢，平时也在那个实验室。实验成本低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对于来说，我们可以有特别的降低实验成本的方法。就是我说简单点啊。实验成本最高的是沟通成本，把一个东西，你给一个只能看到这种结构的，就是你如果只能看到方块，那我们是不是得把球捏成方块给你看呢？但球就不是球了，它就没有那种属性了。人眼睛只能看到方块，只能看到物质结构，只能看到电磁场，这是问题了。那成本是什么呢？成本不是。开了松果体，它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嘛。你可以不在这做，是因为把这个东西变成了物质形态呢，就会你再把它变回去，成本很高。你把它变过来，成本也很高了。但是你把它变成这种结构，它就没有原来的属性了，这才是问题嘛。就是如果说难听点，把神塞到猪身体里边，放到猪圈里边，完了之后，你觉得它还是什么？对不对？这个是头条，那个是头条。我们有那个头条账号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波。又警告了吗？不是，它直接网络断了。好，没事，是没网络了。好的，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那个卢国东全拼369啊，到时候我们可以那个一下。就是频率区嘛。就是还是那件事儿，如果你只能用这个频率，只是你卡在了这种频率区里边，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需要拓频，自己需要升频，自己需要扩大场差压，才能和别的东西能共融。
但是去扩展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不要用负面的模式，因为在那边不会被授权。对，好，然后这边有人问，理论上修复人体的磁场就可以治百病，现在有这样的设备吗？老师，亲，没有哈，真不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想过人为什么要生病吗？一般来说是因为情绪。对啊，这个很没有啊。然后的话呢，关键是这样的，再给你修复，你的行为方式不变，就是给你们家种了100棵树，你每天只是去砍树，你觉得会有树荫吗？是不是这问题呢？你的行为方式是在砍树吗？你不改行为方式，你们家永远没有阴凉地儿，是吧？变成沙漠嘛？能听懂吗？改行为方式吧，行为方式不改，那没办法和别人和平共处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好的。然后就是那个好的，然后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加卢国东全拼369哈，卢国东全拼369。到时候的话呢，就是关于什么信息，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问啊。卢国东全拼369。有一些工具它能帮忙改，但是它改啊，最多能改3次，然后第4次你还犯同样的毛病，它改了也没用，它会半衰的嘛。第一次改完的时候剩61.8%，第2次改完了剩38.2%，第3次剩23.6%，再改1次你连11%都不到，就死了嘛。它是这个问题。它是不要老去砍树嘛，现在推倡环保和绿化嘛，不就是这事儿吗？你内部的树就是你行为状态六亲关系嘛。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一个问题，因为用别人的错误去伤害自己。卢国东全拼369去哪儿搜？亲，去朋啊友，去那个微啊信，你明白吗？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微啊信啊，好的，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再说一下啊，地球是兼容维度的，它兼容了第3、第4、第5、第6，它兼容，你可以活在3维，你可以活到2元性里边，有植物、有动物、有矿物，对吧？你也可以活到更高的频率区嘛，它是这回事啊。它是说，空间是可以互动共用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为什么不推荐核技术？是因为它会把别的空间给炸了。刚才老上不是说了吗？你如果再升一个频率区，比如说你是10的36次方起频，然后你可能就起心动念就可以驱动以太嘛。但是你如果用这个东西去炸了，它不就出问题了？空间是有限的，频率是无限的。好的。他们还没理解。对，好，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啊。然后我们后面会经常给大家做直播，好，感恩大家。好的，晚安。好的，好的，拜拜。好，拜拜。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加入我们的社群啊，加入我们社群。哎，今天这个是不是还可以？我这还有很多。新增111嘛。没事，把这个也关了，这个是。好。稍等一下，把这个先关掉。好的，关掉吧。这是关掉了，你们。